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美。大家都知道啊，为了能够给公司招到更多的人才，现在的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会出一些非专业或者看似奇葩却极其复杂的问题，来考验面试者的能力和态度，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是否能够适应本公司的环境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呢，现在很多公司对人才的考验是越来越多了。就像上学的时候，总是避免不了各种期末考，没有考核就无法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所以不管是上学还是求职，考核都是很有必要的，两者是很相似的。考试要过老师这一关，面试则要过面试官这一关，能不能成功就看自己提交的考卷能否让对方满意。现在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重了，大学生一抓一大把，没有点过人之处，想找到工作还真不容易。而面试是现在找工作必须要经历的一关，不知道大家感觉到了没有？近2年的求职压力特别大，甚至 IT、软件这些热门行业的就业压力都逐渐增大。优秀的人才并不一定能进入优秀的企业，这也是现在的就业形势。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小伙子小张的故事。刚刚大学毕业的他，最先要面临的就是找工作。他来到面试的办公室呢，面试官是一位漂亮的美女，乌黑亮丽的长发，身材非常好，绝对是一个女神。简单的各自做了介绍之后，女面试官开始提问题了。女生身上哪个洞最小？这样的问题谁都没有想到。第一位面试者上前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了他很多专业的问题，但是好像都回答的不是很好。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回答上来。最后面试官说，不好意思，你不太适合我们公司。这问题别说在场神经紧绷的各位面试者了，换做其他人也得一头雾水，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内涵在哪里。第二个面试者想了下，回答道，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回答，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没有的吧。面试官听了他的回答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看起来不是很满意。轮到第三个面试者回答问题了。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了显示出他的高智商，他想了一下，说道，我觉得是耳洞。面试者听完明显态度不一样了，笑着问对方，为什么呢？对方说道，因为耳洞就是人身上最小的洞了，没有比这更小的了。但是面试官问了他一句，你确定吗？这种反问在面试中也时常遇到，通常就是为了考验对方的心态。很明显，这句反问成功的让面试者犹豫了起来，反复换了几个答案，最终他被淘汰了，因为对方心智不够坚定，不符合公司要求。之后呢，又相继进去了几个面试者，回答的都让面试官不满意。后来轮到小张进去了，听到这个问题也是懵了一下，他觉得这个问题太奇葩了。不过他很快反应了过来，并且高情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场就被录取了。他给的答案是毛孔。仔细想想，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人身上的毛孔细致的都只能容得下一根绒毛，确实是女面试官身上最小的洞啊。这回答太机智了，很显然女面试官对他的回答也很满意，能够在短时间内另辟蹊径，想到大多数人考虑不到的方面，这份机智是很值得夸赞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或者面试中有没有遇到过奇葩的事情呢？欢迎在视频下方评论互动，下期再见。